教儿子写作业时，他忽然指着我大骂：“你滚开！我不要你教，我有新的妈妈了。”我点点头，跟他说：“你记住我跟你说过的，只会给你3次机会，这是你第3次说不需要我了。你记住，从今往后我不是你妈。”我转身离开。那小崽子兴冲冲地掏出手机，玩起了游戏，生个白眼狼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稚嫩老娘独美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走出小崽子的房间，我内心比我想象的还要平静，毕竟已经是第3次了，不是吗？我转身看了一眼儿子，在我离开后，脸上痴迷癫狂地玩着游戏，没再看一眼，我就关上了门。随着门的慢慢闭合，我心口的裂缝也在慢慢愈合。我回到了房间，坐在梳妆台上，镜子面前是一张面色苍白且臃肿的脸。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妈妈了呢？是从生出儿子，把他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哺育成活蹦乱跳的少年。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老了呢？就是养活这个家时，越来越多的家务，越来越少的笑容，其中付出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。我养他10几年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反思过，问过自己好多回，是我的错吗？可我不觉得是我的错，那是谁的？是他爸的特立独行，还是他奶奶的精于算计呢？我在外忙，你就是在家里享福呢。你累什么累？男人就是天天去外面干活的，让男人做家务成何体统？那些小衣服你顺手给我洗了，不就完事了吗？我养你让你干嘛的？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为了件小事吵什么吵？这是我老公，孩子他爸对我常说的话，并且他也把这套话传授给了我儿子。我在这日复一日的说教中早疯了。以前我也是温柔爱笑的小女孩呀，我是怎么变成了泼妇一样，崩溃的大吵大闹？看看你妈大吵大闹的像个什么样？没素质，没教养，跟泼妇一样。她和我儿子就是这样站在旁边看我崩溃大哭，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，评价我。呵呵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大吵大闹。在这个家里，他但凡做出一点贡献，我会痛苦的大吵大闹吗？我在一天天痛苦的挣扎中，早已丧失了对儿子的威信力。他怕我，烦我，排斥我，有时候也会骂我。他爸爸不会管，奶奶更不会管，说是来照顾我们，实际上过来是过他太后般的日子的。几乎就看着我在挣扎中死去。但他很会护他孙子，我教育我儿子时候，他还会拦着我，问我有没有当妈妈的样子。我为了儿子发育成长，强迫他喝牛奶，他就会偷偷带着儿子去买肯德基。儿子被老师惩罚，他竟然跑去学校打老师。他的溺爱算计毁了儿子的成长，却得到儿子的喜爱，多聪明啊！可我却在这13年的折磨之中，把自己逼成了人鬼不分的怨妇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早已泪流满面，伸手擦掉了我的泪，竟然连什么时候哭的都不知道。小崽子在他房间大喊大叫：“靠，推塔呀！怎么不推塔呀？你妈逼怎么脑子坏掉了吗？”他玩得十分开心，或许想着我以后不会管他了。尽管今天是暑假最后一天，尽管他作业大片大片的空白，无所谓，我不会再管了。我深深地呼口气，使自己情绪慢慢稳定下来。放弃一个累赘很难，但解脱了这个累赘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畅快的未来。人最怕的就是沉浸过去，只要想开了，就会发现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。我走到落地镜面前，看着自己臃肿肥胖的身材，才意识到这13年来，我真的是无比的内耗自己。
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才刚大学毕业时，还是一个亭亭玉立、青春洋溢的少女，甚至凭借出色的能力担任一家美容连锁店的店长，而且老板娘对我比亲妹妹还亲。可惜我为了缥缈的爱情，放弃了我似锦的前途，嫁给了张光年。失去自己的代价就是当个全职太太，在家做个保姆。13年的每一天，对我来说都是在崩溃中愈合。被儿子伤透心时，还在选择原谅，周而复始。终于，我决定在今天彻彻底底放弃他。就算他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我给过他3次机会的，可他说了3次不想我当他妈。我在1个月前就给过他警告，可他不听。我想过离婚，因为他爸爸张光年出轨了，在外面包养了个小情人。我为了他才将这破裂的婚姻撑到现在，但现在我不想撑了。我想我的心早在张光年一次次纵容他接近我家，买菜讨我婆婆欢心时，我的心就死了。儿子也非常喜欢他，甚至还当着我的面对他爸嚷嚷想让他当妈妈。我不在乎张光年，他迟早会抛开我，我只在乎我儿子。我跟他说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个阿姨，但我是你妈，是我生的你。如果你再说不想让我当你妈这种话，我会原谅你2次。等到你第3次说的时候，我会选择抛弃你。可惜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所以他今晚会毫不犹豫地说，我不要你当我妈，我有新妈妈了，我新妈妈会教我的，滚！我决定不再想这种糟心事。看了看时间，才发现现在是晚上9点。小崽子他奶奶还在小区跳广场舞，张光年还在陪他的小情人，但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和谁睡觉。我掏出手机给我以前的老板娘，也是我好姐妹小米姐发了条微信。小米姐当初在我辞职后，还数次请我回去，可惜全被我拒绝了。幸好我们关系还没丢，只是在逢年过节或者对方生日时候互相问候几句。记得最近我们聊天还是在我生日时候，全家人没有一个记得我生日，只有小米姐在那天给我转了5200元的红包，那是我唯一一次收到的红包。微信叮咚一响，是小米姐回复我的信息，她问我睡着没有，我删删减减才回复还没有。下一秒，小米姐直接给我打视频电话，我犹豫了几秒，接了。麦麦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我有多高兴？你终于想通了吗？小米姐的脸保养得极好，就算她今年已经40多了，但保养得很像才30出头那样。我望着她的脸沉默，她也望着我的脸沉默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13年来，我把自己过得糟糕透了。我胖了，最起码有40-50斤。以前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早已流失，我才35，看起来却已经像40-50。不知为何，看着小米姐那保养极好且依然貌美的脸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。麦麦，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呀？小米姐有些慌，我却很开心，真好，时隔多年，竟然还有人如此关心我。我哭得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，就好像心里有堵隔着我与生活的墙。那座墙现在塌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我愧疚以前的自己，也愧疚小米姐。我为我当初离开的行为感到非常的后悔。半晌过后，我才止住眼泪，给小米姐说了声对不起。小米姐不在意，问我为什么哭。我觉得以前种种的行为过于愚蠢，不知道该如何说，也不想倾诉，所以最后我只能说我不想过这种生活了。我想赚钱，想以后可以搬出去住。现在我才明白，钱可能没那么重要，但没钱万万不行。
有时候在想，我要是当初没有和张光年结婚，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业，我的生活会不会好？张光年迟早跟我结婚，我得准备好。我就说你老公不是啥好鸟吧？还有你那势利眼婆婆，早些年我都跟你说了。哎，要是当初我可以再劝劝你，多好啊！光顾着数落你了。小米姐恨铁不成钢的模样，逗笑了我，真好，还有人关心我。随后她便给我安排了起来，她想让我赶快支棱起来。麦麦呀，你现在这副形象，让你当总店长是不行的。我们毕竟是干这种行业的，所以暂且先把你给安排在新开的那家分店上，先当个副店长帮帮忙，行不？1个月8000，但你干活的同时得减肥健身，争取把13年前的叶脉给带回来。等你每回来，就给你当总店长，1月给你10万，怎么样？我欣喜若狂。其实我连分店副店长这个职位都没想过当，我以为小米姐最多就是让我去那里打打杂，但我叶脉是具备这个能力和野心的，这个职位我当仁不让。小米姐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会去总店看你的。噗嗤，怎么那么傻呀，妹妹？你想来看姐姐，随时随地都可以，不用很久，不要有压力哈，慢慢来。小米姐一点儿也没变，除了我爸妈，就是小米姐最懂我。我给自己定了1年的时间改变自己，但她怕我急于新成，没事，1年的时间足够了。小米姐最后对我说：“麦麦，你要为自己活。”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。小米姐见我这样，欣慰地笑了，挂掉和小米姐的电话。我的脸上终于又出现了笑容。我不敢闲着，立刻开始研究起了小米姐给我发的医美资料。时代在进步，行业也会出现大改革，我不敢怠慢。就算医美行业对我来说是我擅长的领域，我也必须了解透彻，才好当副店长。到了10点，小崽子他奶奶回来了。他开门声音很大，关门的声音也很大，砰的一下子让我不禁庆幸，还好我没心脏病，不然迟早要走鬼门关好几趟。跟他说过好多次这种毛病，但他一次也没改过。我看了看我做的笔记，整整5页，感觉前所未有的充实。奶奶，看我的 MVP。小崽子见到他奶奶就兴冲冲跑去迎接他奶奶。他奶奶虽然听不懂，但不妨碍夸他：“我孙子就是厉害。大宝贝饿不饿呀？吃不吃宵夜？奶奶给你带了烤鸭。耶，奶奶最好了，我爱吃烤鸭。奶奶你喂我。”我继续打他们。小崽子直接往沙发上一倒，他奶奶就开始撕鸭肉喂他。我出去上厕所，正好看见这一幕，但我心里连气都没生半分。他奶奶白我一眼：“怎么了？又要骂我宝贝孙子了是吧？我孙子学习1天了，犒劳犒劳总可以吧？”小崽子连看我都不看我，只是用鼻孔不满地出了个气，来解释他对我这个亲妈的不满。我不想理这爷孙俩一模一样的嘴脸。上完厕所后就进屋继续学习了。他奶奶在背后骂我没素质，我装作没听见。他觉得我这次行为很反常，连忙问他孙子：“你妈她怎么了？平时动不动就吵吵闹闹吗？”小崽子眼神根本没理过手机游戏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还能咋？他怕了呗。”我说：“你再管我就不要当我妈了。”他就连个屁都不敢放了呗，杀呀杀呀！操！张之谦算是被他们养废了，小小年纪出口成脏，我无所谓，戴上耳机继续学习。我想先努力当好副店长，再当分店长，最后当上总店长。我想回到13年前的林麦身上，实现月薪10万的梦想。到时候谁还在乎一个张光年啊？我要用这钱包养小白脸，
张光年不配提离婚，这场婚姻要结束也是我说结束。我好久没有这种激情奋战的时刻了，不禁充满着激情，学习到了天亮。这种为了梦想而奋斗的疲倦，比当个家庭主妇的疲倦要快乐许多。前一种能看见希望，后一种很难看见希望。我不想再因为张光年的彻夜不归而悲伤，也不想因为儿子不理解而痛苦。我现在的眼里只有我以后的未来生活，那才是我真正属于的东西。我睡了4-5个小时，但精神格外饱满。平常我也是这个点醒，因为要操心给张之谦做早餐、熨衣服，还要替他收拾他的书包作业，活得跟他贴身保姆一样。但现在我只需要起床洗漱一番，就可以出门吃早餐，不用操心一个人的时候，心情真的很美好。我可以吃我最爱吃的豆浆、小笼包、油条以及菜饺，就如同我13年前的每个早晨一样。我可以买我喜欢吃的东西。13年前的林麦是元气满满的，但13年后的林麦嫁给了张光年后，就被油烟味充斥着我的生活。吃完早餐后，我散了散步，8点准时到了美容院见店长。进去之前，我还特意给小米姐发了个信息，我要走了。我没想到小米姐瞬间秒回我，我以为她还没醒呢，结果她直接给我打了个视频。我接通后，只见小米姐笑意盈盈地说：“麦麦加油，加油改变，争取早点做到总店长。”我笑着点点头。小米姐又问我：“麦麦，你什么时候离婚？姐这里有律师，可以尽量帮你把那渣男搞到净身出户。”我说：“小米姐，我不急，我待在那个地方那么久了，不介意多待会儿。”小米姐的脸立马变了，赶在她骂我之前，我赶忙说：“所以我需要一个计划，让张光年一家都为我13年的青春付出代价。我不是泥人，也不是菩萨，做不到友好的离开，不然我自己都对不起我自己。如果平和离婚，我不甘心，我也分不到多少财产。既然我不舒服，他们也要不舒服，他们不好过，那我就过得开心了。张光年与你生活那么久，怎么想不通他的前妻是个有仇必报的性子呢？那麦麦姐姐就等你好消息哟。”小米姐随手给我转账了9999的红包，说是情人节福利，大家都有的。我心里有些感动，小米姐真的像是在糊弄傻子。哪家公司情人节福利给员工9999的？只不过是她还乐意将我当她的妹妹，但我还是收下了，因为没有这笔钱。我全身上下零零总总加起来再也不超过300-400。我准时到达了美容院门口，进去后先给店长自我介绍了一下。店长是一个40多的女人，衣着时尚大方，妆容精致，是我想活成的样子。交谈一番，我隐隐觉得她多多少少对我的容貌不是很满意，但因为是小米姐引荐过来的，也没再多说什么。可她对我始终是冷淡的样子。但在我干了几天后，她明显对我的态度变了。可以呀，林麦，太强了，才干了一下午就夺得了销冠，真棒！你这礼仪方面的，一看就是年轻时候干过这行吧？果然是小米姐引荐过来的人，不同凡响，太厉害了你，加油，好好干！店主的夸奖让我沉浸了10几年的心再次跳动起来了。这种被人发自内心的赞美，我已经很久都没体会过了。它让我感觉到以前的林麦又回来了，我离13年前的林麦又近了一步。我下班到家后，已经过了9点半了。其实我们店8点多就可以走了，但我不想回家。我喜欢看自己努力的工作，那样离我之前的自己又近了一步。但我不得不走，
因为我的手机被打爆了，总共14个电话，小崽子他奶奶8个，剩下的都是张光年打的，真稀奇，主动找我打电话，开口怕是就要抱怨，我让他们吃不上热乎饭了。这不，他们又打过来了，我摁了接听键后，等来的又是张光年劈头盖脸的谩骂：林麦，你疯了吗？饭不知道做，家务也不知道做吗？现在连孩子也不管了是吧？全指望我妈呢？老子回来一趟，看见家里到处乱糟糟的，烦死了。我听着他的谩骂，内心出奇的平静。等他骂咧咧完，我再说。骂完了，你不是说家务很轻松吗？自己做呗。我也不过是1天没做。张光年听出我话语的讽刺，当即便怒气冲冲道：你他妈怎么回事？赶紧爬回来！你有新的保姆了，为什么不请新的保姆回来？你儿子都不需要我当妈了，怎么不把他新妈妈请过来？我本不想把这层纸捅破，但现在不得不捅破了。以前我能忍是不想让我儿子变成单身家庭的孩子，只有母亲没有父亲，但现在我没有儿子了，我还要忍让个屁？谁他妈想当忍者神龟，谁就去当。张光年在听筒那边明显愣了很久，随后语气恶劣道：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着你了，哪个男人不偷腥？更何况我出门应酬，留着你在家里享福，你还不满意吗？我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笑死！这句话听得我真的很想给他个大逼兜，他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我以前竟然能忍他13年，我真恨不得穿到那时候弄死自己。一个全职太太，在外人听起来就是男人的附庸，是这个家庭的保姆，她活该被嘲笑，活该让人觉得不屑，因为她就是没用的，唯一用处只会洗衣做饭是吧？所以张光年出轨了，才会厚颜无耻地说，我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同意的错误罢了。他根本不害怕我离开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离不开他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辛苦，让你的好妈妈继续操心你吧。实在不行，你把那个保姆请家里伺候你们3个呗，你们一家4口其乐融融生活就好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没等他说话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我现在不离婚，只是想找个机会夺回我应该的东西。再说，我都不想继续了，我还要忍让他们？我有病吗？儿子我都可以说要不要，张光年他们家算个屁。不想再搭理张光年，我随便找了个饭馆吃了顿晚饭，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家塑形瑜伽馆。我开了1个月的塑形减脂课，1星期6次课，1次300元，1个月要花费7200元。这对以前的我来说确实是一笔巨款，对现在的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。放在以前，这些东西我是想也不敢想，我的所有花销都得花在刀刃上。每个月张光年给我2000块，让我打理好家庭生活，笑死了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报了班后，我就去开了5星级酒店睡了一晚，躺在松软的大床上，我再次想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自己想不开，要和张光年结婚，好久都没能这样享受过了。第2天，我便去租了个离美容院工作近、地段好的公寓，即将迎来我的新生。每日的生活1天下来，也就是上班，去美容院美容，健身馆锻炼，生活过得十分惬意放松。对比那个家来说，简直是天堂的生活。我不看家里一眼，很明显，小崽子他奶奶急眼了。我明白，毕竟我不会去这脏活累活，都可得他干了。林麦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学会野了是吧？连家都不顾了？有你这样的媳妇和妈妈，我儿子在外辛苦干活，你一个人跑外面也去了是不是？
张光年他妈在电话那头恶狠狠地骂我。张之谦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：“他不回来不是更好吗？反正他回来我也烦，让他死外面吧。”虽然决定不再管张之谦，但听到这句话，我内心还是忍不住发酸。最终又归为平静。张之谦需要你，你就带着他呗。我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关了机，把所有的感情全部投入我的事业与健身当中。仅仅只有2个月的时间，我所在的美容院就已经是本地区收益最高的一家美容院。小米姐得知这个消息，立刻就给我打视频电话，夸我夸个不停。麦麦，我就知道，还得是你呀！你看看周围的美容店，哪一个不是被你吊打的？太牛了，麦麦！才2个月你就称霸了。我丝毫不谦虚，毕竟对于我的本领，我还是很自信的。所以面对小米姐的夸奖，我当即就回道：必须的，我是谁？我林麦就是最强的。小米姐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仔细看了看我的脸，说我变漂亮了好多，气色也好了很多。那时远离了婚姻的苦海，想不变好都难。虽然我现在仍然有140斤，但我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比之前好多了。看着我自己的蜕变，我不禁有些热泪盈眶。这是一个慢慢变好的象征，一时之间竟感慨万千，难以言说。乖乖不哭了哈，我们已经很棒了，你的第1步已经成功了，坚持下去，胜利就在眼前。我要看到你瘦到13年前的样子，你13年前的样子才是你颜值巅峰啊！小米姐再次将我提携我成了店长，工资13000个月，原店长被她调到总部了。为了庆祝我升职，特意请新来的同事乐乐吃饭。乐乐是新来的同事，这2个月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。乐乐年纪不大，但鬼点子多。如果我生一个女儿的话，我想她一定跟乐乐一样，是一个活泼可爱、聪明伶俐的小姑娘。乐乐还是一个某音主播，平常的话就是给粉丝讲一下医美这行业干什么的，怎样保护自己的皮肤。她坐在我对面，边吃饭边叽叽喳喳，雀跃的表情怎样掩也盖不住。麦麦姐，我发现你变化好大呀，不仅是瘦了，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呢。我要是个男的，绝对娶你。刚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呢。我还在想，哪家店店长长得这样子，怎么好意思做医美这行专业的？但我想着我太穷了，在哪里干不是干。对不起姐姐，我不应该这样说你。我笑了笑，揉了揉乐乐的头，说没关系，那时候姐确实穷，又穷又丑，每个月2000块的生活费养活一家4口，太不容易了。你老公呢？怎么不帮你分担啊？乐乐听见我的经历，大吃一惊，但考虑到这些都是我的家事，他也没过多的问什么。他低下头想了想，随后对我说：麦麦姐，我们联合吧，既然我们都穷，那我们一起当网红好不？你的成长经历是个很棒的素材，也会很好的宣传我们医美这专业。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美女改造计划。你现在140多都那么漂亮了，那你要是坚持下去，瘦到100多斤，那不得把我迷死。肯定会有很多美女找你贴贴，绝对完美。我琢磨了一下，问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：工资怎么样？乐乐并没有想的那么穷，毕竟他某音都有小10几万的粉丝，视频收入我们平均咋样？我否则剪辑拍摄。麦麦姐，你只需要出镜就好了，没问题。我多了一份兼职，就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乐乐说我这种养成系最吸粉了，有广大网友共同见证我即将到来的新生，还说虽然我现在很落魄，
但我五官现在隐隐有美人的面相了。等我完完全全瘦下来后，会是大美女，不一定但斩男，但一定斩女生。说真的，乐乐这个提议真的吸引很多粉丝，很多网友都想看我能瘦到什么程度，变成什么样子。这种真人养成游戏，他们看得津津有味。又过了1个月，他们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哦对，反正打我也不接，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回去过了。张光年也不催我离婚，他妈也没有再找我闹过，倒是让我很稀奇。这天我突然想回去一趟，因为我发现我在那个家里还有些东西没带走，那是我积攒了很多年的邮票，关于医美的资料，还有我爸妈给我寄来的土特产。昨天小米姐跟我说，她想让我去东城区那片的美容院当负责人，总共3、4家店，工资1个月4万5。我欣喜若狂，4万对我来说就是做梦一样遥远。怎么想我也不会想到，有一天我竟然能1个月赚4万，这说明距离我的目标又近了一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回家的原因。我要赶紧找到我之前的资料，然后再学习学习，离目标再靠拢些。一到门口，我就可以听见屋里传来的欢快笑语声，尤其是小崽子的声音更明显。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，轻轻松松就拿下 MVP， 还是荣耀王者，你可以帮我打吗？肯定会啊，之前那么可爱那么棒，阿姨一定会帮你的啦，毕竟我们以后可是一家人。这是我没有听过的声音，但我很快就能猜到来人是谁。张光年的新欢艾小山。艾小山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，不难想象他妈是不是故意给他取这个名字的。很快就传来了张光年宠溺的声音，你可别太惯着他，现在打游戏他都不睡觉了。艾小山娇嗔，你真是的，之前那么听话，怎么可能那么晚睡觉？再说了，小孩子打游戏多正常啊，之前学习平常那么累，打会儿游戏怎么了？再说学习哪有那么重要，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嘛。哎，还是你好啊，珊珊。以前我也是这样跟林麦那疯婆娘这样说的，但她不听啊，还把之谦快给逼疯了。幸好那疯婆娘现在走了，听到他们家那么说我都面无表情，真是太佩服我的心理素质了。我说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？原来张光年已经带着小三登堂入室了，我猜他已经在这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了。所以张光年和他妈都没再来找过我。我懒得敲门，直接推门进去，顿时4双眼睛齐刷刷朝我看来。我变化虽然很大，但还是被他们轻易认出来了。率先对我大叫的是小崽子。小崽子道，臭婆娘还知道回来，怎么不死外面呢？晦气！他做作的给我比个鬼脸，满脸写着对我的不耐烦和厌弃。张光年他妈说，林麦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是不是发现在外面不好过，没钱了才回来？真贱！我懒得理他们，淡淡扫一眼艾小山。小年轻显然没经历过这种场面，不自在地对我笑笑。很好，不是惯犯小三。张光年立马挡在艾小山面前，皱着眉头不悦道，你别没事找事，你自己选择不回家的，可别怪我带着珊珊回家照顾咱妈和知谦。我心里给张光年翻了个大白眼，扔了一句，随你怎么想，我只是回来收拾我最后的东西就走。谁知张知谦突然站起来大叫，妈妈，你不要走，然后一把搂住身旁的艾小山，冲我吐吐舌头。哎呀，阿姨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叫你的。瞧他嘚瑟的样子，我就想扇他一巴掌。我拿完我的东西就走了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来送我，而我也不在乎。
回头看了看，发现艾小珊坐在沙发上，看起来比我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我观察到她手指如葱，每根白嫩干净，就如同还没嫁给张光年的我的手一样，看起来都是没怎么干过家务活的人。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，由衷祝福艾小珊可以撑住我这个位置，不走我的下场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张光年和他妈的电话又开始频频打来。张光年开口就是命令：赶紧回家，别无理取闹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身子骨弱，做不了饭，你想让你的儿子饿死吗？我冷笑：你的珊珊不会做饭吗？谁说的？他人家公司有事，派遣人家出差，而且你才是我的老婆，这应该是你该做的事情吧？张光年说的理所当然，恨不得我想抽他一巴掌。艾小珊一看就是不会干活的主，心疼心欢，还刻意请我这个老人来服侍他们，美不死他。让你妈做呗，你妈那么爱跳广场舞，身体素质肯定很棒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差呀？回到家干活肯定不在话下，让你妈伺候呗。张光年瞬间来气了，什么意思？林麦，你他妈到底回不回来？虽然知道他看不见，但我还是翻了个白眼，挂了电话。后来的日子就是他们来骚扰我，我嫌烦，一个个都拉黑了。张光年见我拉黑了他的电话，直接给我发微信：林麦，老子他妈最后再跟你说，你明天要是再不回家，就别回来了，惯的你，老子不认你了，之前也不认你，等你老了，你一个人孤独终老吧。你他妈算个屁，爱回来不回来。我只回了一个字：滚，然后就专心致志地做我的事情了。现在我可是忙得很，不仅仅是4家店的负责人，还要美容健身，和乐乐拍我们美容院的素材剪辑视频。时间一点一滴推进，我变得越来越瘦，且气质愈发明显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我和乐乐拍的每条视频也火了。乐乐本身就是有粉丝基础的，再加上他每天坚持的拍我的变化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友关注。大家对这种真人养成游戏成功变化格外有成就感。我瘦到110斤的时候，我们的视频竟然全部爆火了，播放量将近100万。虽然这点播放量对于那些大网红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我和乐乐这菜鸡来说，简直就是要爆火的状态。他献宝似的捧着手机，赶紧让我看。我看了下底下的评论，全都是夸我的。这种被人夸的滋味很快令我上头。天哪，麦麦变化真的好大呀！从落魄家庭主妇变成冷艳美人，真的是太绝了！麦麦，我的神，它增强了我减肥的动力。呜呜，只是瘦了20-30斤，就变得那么好看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宣布，麦麦现在就是我的新老婆。从第1条视频看到现在，这种反差感真的太强了，都别跟我抢！麦麦现在在我床上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虽然我们都是女孩子，但你们会祝福我们的吧？难道就我很好奇，是什么原因逼迫麦麦从一个大美女变成了一个落魄主妇吗？是哪个眼瞎的男人放着麦麦那么好的女人不爱？来时是春天，如今已经是秋天了呀！从我入职到现在，竟然已经9月份了，只能说时间过得很快。我已经从原来的160瘦到了110多斤，再往下的话，那就不健康了。所以我很满意现在的自己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现在面貌，感慨一句：真是奇迹！谁能想到我能从一个160斤的落魄主妇变成如今的光彩照人呢？我想了想自己是怎样变成如今的样子的，发现除了自己按部就班的工作、健身、美容，更多的就是变得更爱我自己了。以前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上，
不会刻意打扮自己，也不会注重自己保养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干家务、做饭和辅导张之谦作业。现如今，我把重心放在了自己身上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吃得好、穿得好、过得好。所以呀，在爱情里也不要迷失自我，首先要的就是爱自己，就这一点，永远不用丢掉自己。麦麦，你现在虽然还有些微胖，但是这身材简直绝了呀！啧，这胸这腰这小翘臀，再加上你那迷死人的气质，我要是男的，我现在都想和你在一起。小米姐在视频那边夸到我羞涩。我知道我现在变化很大，不仅学会了梳发，还学会了彩妆，配上我现在光滑的鹅蛋脸与高挺的鼻梁，简直就是新型女人的代表。而且我身高168，体重110，这体重真的就是微胖的梨形身材了。我笑嘻嘻地回小米姐，一般了，也就是比过去美个几分，比13年前少了几分而已。小米姐笑骂我是个小傻蛋，又对我说，之前你那职位我已经安排乐乐去做了，现在就想给你调到总部来。我一愣，不敢想象，短短不到1年，我竟然可以去总部了。开心之余，我又不禁担心在这个紧急关头，张光年他们会来没事找事，所以我对小米姐说，再等等吧，小米姐，家里还有个烂摊子等着我处理，我怕他们过来找茬会影响我们招牌。小米姐不爽，你多久都没回去了，他们怎么还找你麻烦呢？小1年了，他们都当我死了，我也当他们死了。别说离开他们，我过得还挺轻松的，真的，这几个月真是我过得最开心、最舒适的1年。小米姐又问我要怎么处理，什么时候离婚？我只说快了，肯定要离，不离留着过年吗？我答应了小米姐，收拾完烂摊子就回总部当店长。我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把他们拉入泥潭的机会。在我琢磨怎么找这机会时候，乐乐跑过来找我，说是有个好消息和我分享。我说什么好消息？他兴冲冲地掏出手机让我看昨天拍的那个视频。视频里我穿着旗袍，走着 T 恤，这旗袍将我身上优点发展到极致，同时也把我身上的缺点遮盖得严实。这条视频的播放量竟然将近1000万，更有很多的转发量。我看着视频里的自己，又看了看乐乐，两眼写着震惊。麦麦姐，看见没呀？你火了，哈哈哈哈！咱们要发财了！乐乐这个小财迷，听到钱就乐得合不拢嘴，满眼的小星星，就好像天上会掉馅饼。我不理解怎么发财了，问了乐乐怎么回事，乐乐跟我说，今天早上有好多服装厂的人约我打广告带货，并且个个开的利润特别高。我的天，还有一个健身公司的说是你如果穿着他家的衣服健身，一次就给8万。姐，我们发财了呀！好家伙，我听得两眼泛光。乐乐还说，这并不算什么，带货才叫赚钱，咱们一起直播带货，能赚到死。擦擦口水，我嫌弃地给乐乐提一张纸，让他把口水擦了擦。直播带货确实是一个好生意，但需要的是个好口才，我怕我胜任不了，很为难地看着乐乐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乐乐，乐乐恨铁不成钢，姐，你可是销冠哎，无所谓你口才会不会，这不是跟医美给人家推荐产品是一个道理吗？我垂眸，还在自我否定。乐乐却说，我已经商量好了，明天傍晚就开始直播，真的，你信我，你肯定行。这丫头雷厉风行的样子，我还真是第一次无可奈何，没办法，只好跟着她去试试。谁知道我们当天傍晚就火爆了，人气直接飙升到 Top 榜前3名，
而且礼物更是送个不停。我才意识到我好像火了。很快，底下的观众给我证实了我这点，我不是火了，而是大火。我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爱。激动之余，就是下播后，我的眼眶还是红红的。这个世界还是有人喜欢我的，也能证明我也没那么差吧。结束直播后，乐乐给我统计了一下，下一秒他就兴奋地跳起来：“麦麦姐，我们赚了500万啊！”乐乐冲过来就是抱住我，边哭边嚎。我也被这巨款给震惊到了，500万啊！直播了几个小时就有500万，但乐乐跟我说，但我们按照合同，我们只能抽走80万。我没事，80万也是巨款，呜呜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，难怪那么多人选择直播带货，这是真的赚啊！乐乐也很高兴，高兴的又给我签了好几个合同，项目越来越多，我就越来越害怕。我害怕我搞砸了，但乐乐说：“你怕什么？什么都不需要怕，冲就完事了。”我点头，对，冲就完事了。但我准备去总部当总店长了，我可不敢放小米姐鸽子啊！虽然直播赚钱多，但我爱的行业毕竟是医美。这妮子当场决定和我一起飞，我跟着你麦麦姐，从今往后你去哪里，我去哪里。我当你的贴身保镖和助理。乐乐眨巴着眼睛说，跟个小孩子一样。更过分的，我还挺吃他这一套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出发了。出发前，我们去换了装扮。乐乐嫌弃原本的衣服廉价，所以给我挑了好多奢侈品店，买了个2万的衣服，1万的高跟鞋，还加上13万的 GUCCI 包包，换了身行头，总共花了16万。我穿上以后，乐乐就恨不得和我一直贴贴，还搂着我腰说：“姐姐真美，怎么就被不长眼的前夫哥给泡到手了呢？”他说的话阴阳怪气，但透露出他心疼我的那13年。我没说话，透过商场的反光镜，我狠狠地打量着自己。林麦，这才是以前的你呀，阳光活泼有活力，聪明伶俐会说话。这才是应该的你，光彩照人的你。心满意足地逛街回家后，发现微信上躺着一条久违的短信。这条短信是张光年发来的，上面只写着4个字：回来，离婚。我看着这条短信，笑了，笑得很大声。我在想，张光年终于做出一件人事了。我随手给他打了好字，便去洗澡了。洗完澡后，跟小米姐说了这事，小米姐反手给我转了8888，上面还附言：恭喜麦麦终于解脱了。我和小米姐笑得很开心，终于要逃脱泥潭了。然后又跟我说了个更好的消息，说张光年和艾小珊婚内出轨的证据已经找人弄到手了，如果离婚的话，那证据可以让他净身出户。我感动得要哭死了，对着小米姐撒娇。小米姐翻我个大白眼，就挂掉电话了。翌日，我穿着新买的衣服、鞋子，带着最新款爱马仕包包，为了装逼，我还戴了个墨镜。进了小区后，我才有恍若如年的感觉。一路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看我，吃惊又赞叹：天哪，好美呀！这谁老婆呀？那小子太享福了吧！我要是娶这样老婆，做梦我都能笑醒。我在人群赞美中走向我那个令人讨厌的家，家里热热闹闹的，却从张之谦的话语说着艾小珊终于嫁给他爸了。随后又是小崽子奶奶的声音，说三喜临门，什么张光年升职了，艾小珊肯嫁了，那疯婆娘肯离婚了。小崽子奶奶笑得很丑陋，我笑着推门进去了。难怪张光年想开了要给我结婚，原来是艾小珊肯将自己嫁出去了，笑死了。张光年以为艾小珊爱他，
却不会想到艾小山只是爱他总经理这个职位。我啧啧不已，只能说尊重。锁死。我进来后，里面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又是小崽子开始冲过来大喊大叫：“你还有脸回来？我爸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是不是怕了？晚了我跟你讲，珊珊姐姐已经嫁给我爸了，滚！”我现在惜字如金，不想把更多的口舌甩在他们身上，毕竟他们什么档次，我什么档次啊？骂谁呢你？骂我宝贝孙子，你算什么贱货？小崽子他奶奶瞬间过来替小崽子撑腰，张光年就是坐在沙发上说：“知谦，让你妈滚进来离婚，烦死了，疯婆娘，以后你再也进不来了。”张知谦跑到客厅，想赶紧让我进去。他出来后，我才感受到他的变化，不是一般大，变胖了，还是个矮子，脸上有很多痘痘，看起来特别油腻，尤其是胖了后戾气更重，甚至都没有以前的可爱活泼了。我嫌弃地撇开眼，真的没眼看。倒是张知谦愣住了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我不耐烦地和他擦肩而过，走到最里处，和剩下的人都打了个照面。很显然，他们都对我如今的变化感到了震惊。小崽子他奶奶都杵在门口，一动都不动地看着我。沙发上的张光年更是。艾小山或许是没明白过来我是谁，还在找我，可我已经脱胎换骨。我没说废话，直接说：“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吗？”张光年吓得一哆嗦，喉头上下蠕动，半天吐不出一句话。我坐下，将一张纸从包里掏出来。没准备好离婚协议书的话，我准备好了，签字吧。他好似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坐到我跟前，上下打量我许久，嘴巴张张合合很久，最后挠挠头，对我还露出个不好意思的笑容。“麦麦，你是麦吗？”他语气都不利索了，结结巴巴的。我点头，示意他赶紧签字。他身旁艾小山的目光看着我，简直就是见鬼一样，张着嘴吃惊地望着我。小崽子他奶奶率先反应过来，跑到我跟前，不可置信地质问我：“你怎么可能是林麦？他雇你来的吧？”他看着我，表情变了又变，把我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，才发现我就是如假包换的林麦。张知谦也跑过来看着我，看着他肥腻的样子，我嫌弃地皱了皱眉头。张知谦赶紧躲在他奶奶背后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：“签字吧，张光年。”我再次提醒张光年签字。张光年干巴巴地说：“我想直接去民政局。”我收起来离婚协议书，点点头，站起来边走边说：“行，那走吧，早点出发。”我都走到屋门口了，他们一动也不动。我真的恼火了，对着张光年厉声道：“愣着干嘛？走啊，麦麦！”不急，哈哈哈。最近你怎么样啊？很棒，很香。不当你老婆，不当张知谦他妈后，我整个人都特别舒服。我笑眯眯地说。张光年支支吾吾的，还想说什么，我却什么也不想听。快点走，不走的话，你等着收法律的传票吧。我说完就想走，张知谦却在我背后叫道：“妈，你去哪里呀？”我扭头对着他笑了笑：“怎么乱认妈呢？我可不是你妈，不想认妈，也不想当妈。”我这种油盐不进的态度，成功尬住了他们所有人。小崽子他奶奶还想说什么，我直接打断：“到底离婚不离婚？今天能离婚吗？光年现在可是总经理呢，他总经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快点离婚吧，我还有事。”我这句话直接对到了张光年他妈身上，他妈脸色阴沉，赌气一句话也不说。张光年这又反应过来了，皱眉对我说：“麦麦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妈说话呢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张光年，都不是妈了，
怎么还叫妈？快点离婚，行吗？”这场闹剧，艾小山倒是没什么反应，只是看着我沉思了会儿，想说什么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样子。我不乐意跟他们耗着，打车直接走。我要起诉离婚。乐乐和小米姐万分支持我，立马帮我联系最好的律师团队，帮我分析我让张光年净身出户的可能性多大。这几天，张光年还时不时穿着我们以前约会的西装，捧着一束花约我出去，但我只觉得恶心，一次也没有和他出去过。他跟我说，他后悔了，他不想离婚，艾小山他会断掉，求我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还说之前很想我。我都已经受够了13年的苦了，他真的觉得我还会再忍受以后的苦吗？我又不是大傻子，所以我果断地跟张光年说，我不原谅你，要么你赶紧签字，要么就打官司。张之谦，我也不会认他当我儿子，我也不要。你现在什么档次和我在一起？张光年急眼了，气冲冲的就走了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妈竟然不知道在哪里窜出来，打我一巴掌，力道大的都有淤青。更过分的是，在人来人往的街道，他还想道德绑架我，还想用舆论淹死我，笑死了。我回去后就立马把我所有的证据全部抛到观众视野上，网友见状都扑过来，开始骂他们一家都是不要脸的货色。我不想和他们再有任何关系，直接开庭打官司。乐乐和小米姐请来的律师特别给力，从张光年出轨的证据到他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给艾小山买房子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。我的委托人在这个家里受到了不平等待遇。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3条，夫妻应当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点来说，张先生就是过错方。更何况他还多次出轨，并且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甚至在我委托人要离婚时，还唆使他母亲对我委托人在公众场合进行殴打、辱骂，其言行举止十分恶劣，请求法官宣告张先生净身出户。这场官司当然是我赢了，法律最终判了张光年净身出户，而张光年他妈因对我殴打辱骂，且我不接受任何私自调解而去蹲大监狱了。这下好了，我立马成为了单身富婆，感觉整个世界都美好了起来。后来我又听说艾小山和张光年最后也没走到一起，因为张光年现在空有总经理头衔，但经济方面无法满足艾小山的需求，最后他俩也闹掰了。而张光年也逐渐养成了酗酒的毛病，本来就变得不咋的家，如今成了支离破碎。可怜的小崽子，他奶奶进监狱了，他爸爸酗酒不管他，他心中的妈妈不要他了，他还巴巴地跑来我这里，问我还爱不爱他。我可不要他，没事干嘛给自己找罪受啊。再后来就听说小崽子奶奶释放了，但他儿子因整日酗酒，精神难免恍惚，走楼梯时一个不稳便滚下楼梯磕了头，死翘翘了。可怜的小崽子和他奶奶只能相依为命。有一次和乐乐逛大街时候，还看见他们在捡垃圾，但这些关我什么事啊？我的生活美好着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